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惠子。今天来讲一下宝可梦目前为止票房最低的5部剧场版。一、波尔凯年与机关人偶玛基亚娜，总票房21.5亿。这是宝可梦剧场版第19作，也是最贴合动画剧情的一作。这部主线非常简单，小智因为一个接连装置意外和波尔凯年粘上了，然后一起保护玛基亚娜对抗反派贾维斯的邪恶计划。这部剧场版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展示了一大堆 Mega 进化的宝可梦，但是这些 Mega 宝可梦都是一群炮灰，有的根本没出场几下就匆匆下线。试问你喜欢的 Mega 宝可梦在剧场版出现，但是被小智等人轻松秒杀，什么感觉？堂堂 Mega 暴飞龙、Mega 耿鬼这种面对传说宝可梦都不怂的强大宝可梦，居然被小智一行人打得节节败退，哪怕加上没有羁绊的 Mega 光波，这一前置设定我也不能接受。这部剧场版客观来说没啥笑点，泪点更没有。玛基亚娜被抓走取走魂星当做能量炮发射，但机械人造宝可梦不会死的啊。果然最后反派被打跑，魂星重新装回玛基亚娜体内后，玛基亚娜照样生龙活虎。二、光环的超魔神胡帕，总票房26.1亿。上面那个剧场版是 Mega 宝可梦的集体白给，而这个就是神兽的大杂烩，且内容比较单调，就是帮助胡帕重新掌握解放力量，而大 boss 就是胡帕自己的幻影形态，总共就这60多分钟，基本全是打斗。虽然看起来爽，但其实观众还是更注重内容的，而且因为时长的关系，很多神兽几乎没有啥镜头，比如蒂亚卢卡。另外这部剧场版还造就了古拉多不会飞的梗。话说胡帕，是你把他们召唤过来的，咋不把他们送回去呢？三、水都的守护神，总票房26.7亿。没想到吧，大受好评的水都守护神票房竟如此低。我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和千与千寻撞档了。这部剧场版故事框架也挺简单，小智等人来到奥多马雷岛旅行，这座岛屿是由传说中的宝可梦拉蒂亚斯和拉蒂欧斯守护的，里面有一个圣物叫星之水滴，能够驱散邪恶力量。在这种故事背景下，小智意外地邂逅了变成人类少女的拉蒂亚斯。与此同时，两个女贼看上了星之水滴，并袭击了拉蒂亚斯。小智等人于是和反派展开了围绕星之水滴的争夺，最后拉蒂欧斯选择牺牲自己拯救水都，也是为数不多动画中宝可梦死亡的例子。这个剧场版还有个亮点，最后小智被卡农亲了一下，但是官方没有说这是卡农本人还是拉蒂亚斯，反正小智占便宜了。四、破坏之茧与蒂安西，总票房29.1亿。这部剧场版上映的时候 XY 正逢东映电视台40周年，给宝可梦经费真的多，可惜宝可梦有点不争气啊，出了3部剧场版，还要以艾兰为主角的特别篇，但还是无法挽救收视率的惨淡。而且就票房来说 XY 3部曲真的是不行啊。这部剧场版讲的是无法掌握力量的蒂安西面对王国的危机，出去找 X 神哲尔尼亚斯寻求帮助的故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登场的3个坏人所使用的宝可梦都为卡洛斯地区御三家的最终进化型，剧情就是单线叙事，看点无非就是皮神变成石像，最后被 X 神唤醒。5、超梦的逆袭 3D 版本，总票房29.8亿。这部剧场版就是超梦逆袭的重制版本，我曾经做过这2部剧场版的细微区别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翻看我过去的视频。因为是重制，票房不高那是正常的，毕竟完全不改剧情啊，而且人物变成了 3D， 我感觉很违和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票房最差的5部剧场版了，你们对此有啥看法呢？我是惠子，咱们下期见。